今天我们来聊聊史上掩盖最深的飞碟坠毁事件——斯奇阿兹特克事件。许多人都听过1947年震惊世界的罗斯威尔事件，但您可能不知道，在罗斯威尔事件仅仅8个月后，美国却发生了一起被掩盖得更加彻底的 UFO 坠毁传闻。1948年，新墨西哥州阿兹特克小镇郊外，一架直径约30公尺、几乎完好无损的飞碟迫降，据称其内有10多具外星人遗体，最终被美军神秘回收。这起事件多年来被称为史上最成功的飞碟回收与隐瞒。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这段离奇往事，它究竟是真实发生的机密行动，还是一场精心编造的骗局？真相也许远比表面看到的更扑朔迷离。故事要从1948年3月的一天开始，地点是在美国新墨西哥州西北部的小城阿兹特克附近，荒凉的哈特峡谷地区。传说这天清晨，碧空如洗的沙漠上空突然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身影，一个巨大的银色圆盘在天空掠过。现场有2名在附近油田工作的工人，无意中目击了这惊人的场面。据这2名目击者事后的描述，那是一架直径将近30公尺的碟形飞行器，外观光滑无比，看不到任何接缝或铆钉，仿佛整体铸造成型的金属盘。诡异的是，这飞碟并没有如流星般坠毁爆炸，反而像是在被某种力量控制下一样缓缓下降，最后相对平稳地降落在沙漠峡谷中的一处高地上。飞碟看起来几乎没有严重外部损毁，只是悄无声息地停在地表。如此完好的不明飞行物坠落在眼前，2位工人又惊又疑，决定鼓起勇气靠近一探究竟。走近后，他们发现碟身直径庞大，高约5-6公尺，上面竟然还有呈环状排列的小窗户。他们凑到其中一个窗孔向内张望，眼前的景象令他们终生难忘。飞碟内部的地板上散落躺着10多个小小的身影，那些不明生物的遗体外形类似人形，但身高大约只有90公分左右，体格瘦小，全身覆盖着一层暗色的焦黑物质，仿佛在某种高温中灼烧过。他们静静地横沉在舱内，没有生命迹象。2位工人意识到自己可能正在目击一起前所未闻的外星飞碟坠毁事件。一艘载有多名外星成员的飞碟在这荒野降落，成员全数罹难，而飞碟本身几乎完好。惊魂未定的目击者随即把这件事通报给了当地警方。警长带队赶到现场后，也被眼前这巨大的金属圆盘惊呆了。据说众人绕着飞碟观察良久，确认里头确有不明生物。这时事态的性质已非普通执法部门所能处理。很快，警方上报给军方求援。不久后，美国空军和陆军部队便火速进驻，封锁了整个坠落地区。荷枪实弹的军人迅速赶走了所有在场的平民和地方警官，并严厉警告他们不得对外透露所见的一切。随后，军方展开了一场高度机密的回收行动。他们以工程器械和起重设备将那架碟形飞船从峡谷中拖运出来。由于飞碟体积庞大且基本完整，回收工作持续了相当长时间。传闻称，这次回收行动耗时将近2周。军方动用了大型运输车辆和严密的警戒措施，才将整艘飞碟运离现场。所有外星遗体和残留物也都被一同带走。根据坊间流传的版本，阿兹特克飞碟首先被送往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由当时美国顶尖的科学家团队进行初步研究。洛斯阿拉莫斯在当时是核研究重镇，拥有最高机密级别的设施和人员，非常适合秘密分析外星科技。之后，有传言称这艘飞碟又被转移到俄亥俄州戴顿市的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也就是传说中存放外星残骸的18号机库，做长期保管。军方对整个事件严加保密，以至于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几乎没有人知道阿兹特克小镇曾发生过这样离奇的飞碟坠毁。一场看似惊天动地的外星接触事件就此被悄然湮灭在官方的黑名单中。那么，如此天衣无缝的军方回收与封锁行动是如何走漏风声传到了公众耳中的呢？故事的转折点发生在事件后1年多。据说最初被警告晋升的那2位目击工人最终没有守住这个惊天秘密。起初他们畏惧军方的恐吓而保持沉默，但亲眼所见的景象每日折磨着他们。
让他们难以自拔。同时，他们心中也燃起另一种念头，既然他们手上掌握着这样劲爆的独家秘闻，或许可以通过它获取名声和利益。终于，在压抑了将近1年的时间后，二人决定把所见的一切公诸于世，而他们选择的对象是当时活跃于纽约娱乐界的一位专栏作家，名叫法兰克·斯卡利。法兰克·斯卡利其人，在1940年代末是颇负盛名的专栏记者，为综艺报撰写娱乐新闻和奇闻异事专栏。他对飞碟现象相当感兴趣，正密切关注着近年来美国各地传出的不明飞行物报道。当牛顿和吉伯奥通过关系找到斯卡利，声称手里有一起被政府隐瞒的外星飞碟坠毁的第一手消息时，斯卡利立刻被吸引住了。据后来的说法，这两人自称认识参与阿兹特克回收行动的内部人士，能够提供详尽的飞碟坠毁细节。斯卡利听闻后大为震撼，与他们多次私下会面，记录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很快，他便以记者的敏锐直觉意识到，如果这故事属实，那将是远超罗斯威尔事件的大新闻。即便无法完全证实，它也绝对是轰动性的题材。1949年10月，斯卡利迫不及待地先在综艺报专栏中放出风声，简述了这起飞碟坠毁回收的传闻，引发了读者们的强烈好奇。接着1950年，斯卡利更进一步将全部细节整理成书，出版了著名的著作《飞碟背后的秘密》。在书中，斯卡利大肆宣传阿兹特克事件，详细描述了他从消息人士处得知的坠毁经过和飞碟内部资讯。他声称，一架直径约99英尺的巨大圆盘状飞碟于1948年3月在阿兹特克附近着陆，随后被军方秘密拖走。飞碟里载有16具身高约36到42英寸的类人生物遗体，体重仅40磅左右，推测并非地球人。此外，斯卡利提供了大量令人大开眼界的细节，例如他宣称这艘飞碟来自金星，采用逆向旋转的双层圆盘设计，以磁力原理飞行。飞碟内部储藏了工程员食用的浓缩营养饼干，以及用于饮用的重水。更玄妙的是，他提到飞碟上的诸多尺寸数据都能被神秘的数字9整除，仿佛隐含某种宇宙数学的奥秘。这些离奇的内容让人大跌眼镜，也难怪当时就有科学界人士质疑，这故事简直充满狂野的想象与科学谬误。然而，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斯卡利笔下的阿兹特克飞碟事件仍旧是极其诱惑的传奇。这本书一经出版便成为畅销书，短时间内售出了数十万本，在全美掀起一股飞碟热潮。想象一下，在罗斯威尔事件之后，美国人本就对外星人来访议题议论纷纷，而现在又有一桩飞碟坠毁的新传闻被揭露，而且说得有声有色，细节丰富，甚至比罗斯威尔更惊人。大众的好奇心和想象力被彻底点燃了。许多人深信政府暗中掌握着外星高科技，隐瞒着人类与外星文明接触的真相。阿兹特克事件一时间成了坊间谈论的焦点，被誉为另一个罗斯威尔。甚至有传言称，美军如今手里不止一艘外星飞船。就在阿兹特克事件通过书籍广为流传，让众人幻想飞碟与外星人的同时，现实很快出现了戏剧性的反转。许多严谨的调查者和怀疑论者开始追问，斯卡利的故事到底可信吗？尽管斯卡利在书中绘声绘影，但他并未提供实质证据，没有照片，没有官方文件，没有可以验证的实物。一些科学作家和媒体人对此深表怀疑，他们尤其质疑斯卡利消息来源的真实性。那两个对他爆料的知情人究竟是谁？他们为何会选择向斯卡利透露国家机密？随着怀疑声浪渐起，几位具备调查热忱的新闻记者开始挖掘幕后真相。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旧金山纪事报的一位名叫 J.P. 卡恩的调查记者。卡恩在深挖斯卡利故事的来龙去脉后，发现了诸多可疑之处。首先，斯卡利所谓的2位消息人士身份逐渐曝光，原来正是希拉斯·牛顿和利奥·吉波奥这2名油田投机商人，也就是最初的所谓目击工人。这就意味着斯卡利整个故事的唯一来源完全建立在这2个人提供的说法上。如果这2人靠不住，那事件本身就会变得毫无根据。
而调查深入后发现，牛顿和吉伯奥过去竟有不少巧言令色、诈财行骗的前科，他们素以投机倒把、炒卖设备闻名，名声相当可疑。更令人怀疑的是，调查记者发现牛顿近期在石油业界到处推销一种号称能够探测地下石油和金矿的神奇装置。他对买家声称，这种设备是根据外星飞碟科技改造而成的黑科技，可以迅速让人致富。牛顿甚至将他在阿兹特克捡到的一些金属碎片当作外星合金材料展示给投资者看。然而，当卡恩设法弄到其中一块样品送检时，结果却显示那不过是普通的铝材。这些发现让人不禁怀疑，牛顿和吉伯奥是不是为了抬高他们的侦测器生意，干脆编造了整个飞碟坠毁故事来吸引投资？斯卡利会不会其实也成了他们的宣传工具？随着越来越多破绽浮出水面，主流媒体开始公开质疑阿兹特克事件的真实性。1952年9月，美国《真实》杂志刊登了一篇重量级深度报道，直指阿兹特克飞碟事件其实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这篇报道就是由先前提到的记者 J.P. 卡恩执笔，详细揭露了牛顿与吉伯奥如何编造谎言诈骗斯卡利的过程。文章指出，牛顿和吉伯奥一开始只是两个心怀不轨的江湖骗子，看到四处盛传的飞碟热有利可图，于是虚构出一个外星飞碟坠毁的故事。一方面，他们让斯卡利在媒体上散播这个耸人听闻的故事，博取大众信任；另一方面，他们则利用故事中外星科技的噱头，兜售自己手上的假科技装置，从善男信女和投资人手中骗取钱财。随着《真实》杂志的报道发表，斯卡利在书中秘而不宣的内幕终于大白于天下。他深信不疑的消息来源其实正是这对骗徒，而他书中很多离谱的技术细节，诸如来自金星、磁力飞行、尺寸皆被9整除等等，都是骗子为了增加说服力胡诌的科幻佐料。斯卡利本人可能也是受害者之一，他太渴望证实飞碟存在而缺乏核实，结果被人利用。这还没完，1953年更具决定性的一幕发生了。牛顿和吉伯奥两人因为卷入非法诈骗投资丑闻，被受骗的富商告上法庭，最终以欺诈罪成立，遭到定罪处罚。法院审理中也提到了他们拿子虚乌有的外星科技坑蒙诱骗的手法。随着两位主角身陷囹圄，阿兹特克事件几乎被盖棺论定为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从头到尾都没有任何官方证据或科学印证，只是骗子和贪婪记者联手炮制出的飞碟神话。自此之后，美国空军在官方项目，例如蓝皮书计划中，从未将阿兹特克事件列为值得调查的案例。主流的 UFO 研究权威也普遍认定阿兹特克事件不可信，选择与之划清界限。阿兹特克事件的名声一落千丈，被打入幽浮笑话的冷宫。试想，在1950年代的美国，许多认真研究不明飞行物现象的人，为了维护自身的专业形象，都不愿再提起阿兹特克事件，生怕被贴上轻信骗局的标签。甚至长达20年之久，阿兹特克事件几乎从各大 UFO 文献与讨论中消失了踪影。这个故事似乎毒性太强，让所有人避之唯恐不及。相较之下，同为飞碟坠毁传闻的罗斯威尔事件，因尚有军方新闻稿、残骸照片等些许证据而存续于公众记忆中。阿兹特克事件则仿佛被彻底埋葬，一时间看起来真相已经大白，阿兹特克不过是一桩荒唐的愚弄闹剧。然而，故事真的就此结束了吗？有趣的是，阿兹特克事件并没有随着骗局曝光而永远沉寂。多年以后，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线索与重新兴起的怀疑，开始为这起尘封往事增添新的问号。首先，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美国社会不断有零星的传闻提到，军方在某处秘密存放着从阿兹特克回收的外星飞碟与尸体，尤其是18号机库的传说越炒越热。据说在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有一座18号机库，专门安置各种飞碟残骸与外星生物。1974年，一位名叫罗伯特·卡尔的 UFO 爱好者更公开声称，他得到消息，当年阿兹特克坠毁的外星人遗体就被存放在18号机库中冷藏保存。这一说法传出后，
引起极大关注，甚至逼得美国空军出面否认军方没有隐藏外星尸体。军方的罕见回应反而让某些人觉得此地无银300两，若真是无稽之谈，官方何必专门澄清。接着，在1970年代末至80年代，随着 UFO 现象在民间再次升温，一些研究者开始翻出阿兹特克事件的旧档重新审视。其中有知名 UFO 档案学者伦纳德·斯金菲尔德在报告中暗示，阿兹特克事件可能并非全然捏造。事实上，美国在二战后陆续捡到多艘外星飞船，阿兹特克只是其中之一，被当局严密隐瞒。更有甚者，许多后来流传的罗斯威尔叙述里，居然出现了阿兹特克事件的影子，例如直径100英尺的大圆盘、坚不可摧的特殊合金、多具小个子外星尸体等细节，都与阿兹特克传闻高度相似。这让人怀疑，是不是后来一些罗斯威尔的传说其实糅合了阿兹特克事件的内容，还是说两起事件本就同样真实，只是命运殊途戚戚，一个半公开成为传奇，另一个则被悉数抹消。疑点不止于此。2011年，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在其公开档案网站上解密了一批往日资料。在这些档案中， UFO 爱好者们发现了一份被称为霍特尔备忘录的文件。这份1950年写给当时 FBI 局长胡佛的机密备忘录中，记录了一名华盛顿特区办事处探员盖伊·霍特尔转述的情报，内容提及空军消息来源报告，在新墨西哥州发现了3架所谓飞碟，呈圆形中央凸起状，直径约15公尺，每架载有3具类人形小个体遗体，身高约90公分，身穿质地极精细的金属织物紧身衣，遗体都被像试飞员那样绑着安全带。据称，政府因在该区部署了高功率雷达装置，干扰了飞碟的控制机制，才使它们坠毁。这耸人听闻的备忘录内容俨然就是阿兹特克事件的官方版，因为罗斯威尔众所周知只有1艘飞碟坠毁，而备忘录里说的是3艘，更提到高功率雷达导致坠毁。一时间，霍特尔备忘录被 UFO 圈视为官方终于承认外星坠毁的实锤证据。直到2013年， FBI 不得不发表声明解释称，这份备忘录仅是特工转述2手消息， FBI 从未对其中内容展开调查，并强调该情报很可能只是当时流传的骗局。然而，这番澄清并未完全扑灭阴谋论者的热情。很多 UFO 研究者深信，霍特尔备忘录的内容与阿兹特克事件高度吻合，绝非巧合，反而证明官方当年确实掌握过阿兹特克坠毁的内情，只是不愿公开承认。正当阿兹特克事件的争议渐渐复燃之际，一股力量来自故事发生地的民间。1997年开始，阿兹特克当地社区为了活络城镇观光，居然每年举办 UFO 研讨庆典，以这段传奇往事为号召。多年间，每逢事件周年时分，小镇都会邀请 UFO 专家与爱好者齐聚一堂，讨论阿兹特克事件的各种细节与新发现，还一度设立了相关展览。在阿兹特克镇的公共图书馆主导下，这个活动持续了10几年之久，直到2011年才告一段落。更有纪念性意义的是，2007年3月25日，也就是传闻中飞碟坠毁的59周年之际，几位常年研究阿兹特克事件的学者与当地人士在哈特峡谷的荒野中立起了一块名牌。这块纪念牌就树立在传说中飞碟着陆的地点，上面用英文刻写着事件的简要经过。1948年3月25日前后，一架来源不明的太空载具在此地坠落或降落。据称，邻近的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雷达站追踪到了该载具偏离航线并失控降落在这里。随后，美国空军和陆军第5师发起了一次高度保密的回收行动，耗时约2周，将飞行器的所有残骸和遗体移交至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由世界顶尖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分析。据传之后，这些材料又被转移至俄亥俄州戴顿的莱特帕特森空军基地。这起回收行动是美国政府和军方史上最神秘的外星载具回收之一，其保密程度甚至超过8个月前在罗斯威尔的类似回收。该飞碟直径约100英尺，高18英尺，是当时政府所回收到的最完整的飞碟。可惜的是，飞碟内多达16名成员全部罹难，
使得我们无法充分了解他们的来历与目的。本名牌的设立是为了唤起大众对这一事件的认识，它已被秘密掩盖了半个多世纪，却是我们国家历史上一段重要的篇章。落款则是几位阿兹特克事件研究者的名字，其中包括前文提到过的斯卡利与2名目击者的现代追随者。读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如果阿兹特克事件真的只是一起骗局，那为何多年来仍有这么多人念念不忘，甚至不惜花费巨资和时间去调查它的真相？究竟是人们太过执着于浪漫的外星传说，不愿相信自己喜爱的故事是假的，还是这其中真的另有隐情呢？答案或许并不简单。事实上，近年来对阿兹特克事件投入最大心血的一群研究者，反而是从最初的怀疑论者出发，最后却转变为坚定的支持者。21世纪以来，一对名叫拉姆齐的夫妇和新墨西哥州立大学的退休新闻系教授法兰克·塞耶组成了研究团队，花费超过30年时间走访各地，寻找档案，企图揭开阿兹特克事件的谜团。他们自称最初也认为这可能只是骗局，然而越挖掘资料，却越发现许多官方记录与证言指向事件背后并不单纯。拉姆齐团队声称，他们找到了数百份与阿兹特克事件相关的档案文件与证人访谈。在2016年，他们汇整成果出版了一本书，就叫做《阿兹特克 UFO 事件》，试图从证据层面重新为这起往事证明。那么，拉姆齐团队究竟发现了什么呢？举一例，他们在 FBI 的解密档案中意外找到了一份绝密卧底行动报告。文件显示，大约在阿兹特克事件爆发后不久， FBI 联合美国陆军反情报部门曾在丹佛市策划过一次针对阿兹特克飞碟照片的钓鱼执法。原来，有个住在丹佛的人声称手头握有当年阿兹特克飞碟坠毁现场的照片，愿意以$2500的价格卖给媒体。此事惊动了当局，于是 FBI 与军方合作，假扮买家，准备付钱购买，一探虚实。据报告记载，在交易即将完成之际， FBI 探员和军方人员突然现身，逮捕了那名试图出售照片的男子，并且成功缴获了那些据称是阿兹特克飞碟的照片底片。这项记录令拉姆齐等人倍感震惊。假如阿兹特克事件只是骗局，政府何必如此兴师动众，不惜砸钱设套收购并没收一个江湖骗子手中的假照片？这种高规格对待的背后，是否意味着政府自己也相信那些照片极可能是真的，所以才要坚决封锁？拉姆齐夫妇和同伴经年累月的梳理档案，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阿兹特克事件极可能是真实发生的，只不过真相被美国政府通过污名化手段成功掩盖。他们推测，牛顿和吉伯奥确实曾目击并参与了回收，但政府为了让大众不相信此事，故意纵容甚至设计出骗局一说，让两人背上骗子的黑锅。毕竟，在冷战初期的历史背景下，美国当局有充分的动机这么做。1948年正值二战结束不久，冷战方兴未艾，美苏两强明争暗斗。如果美国真的捡到了一艘几乎完好的外星飞船，那可谓取得了划时代的科技情报资源。试想，美国军方一定希望独占这份宝贵的外星科技，绝不能让苏联知道半点风声。因此，最好的保密方法莫过于让一切看起来像一场荒唐可笑的闹剧。只要阿兹特克事件被社会普遍视为笑话或骗局，政府就能在暗地里安心研究飞碟技术，而不必担心敌国情报部门投入真正资源来调查。事实上，拉姆齐团队指出，牛顿与吉伯奥两人被揭发和定罪的时间点、过程都极为凑巧，仿佛有一只无形之手在推动，最终成功让这两个知太多的人身败名裂，从此说什么都不再有人相信。1952年的媒体揭露，53年的司法审判，在表面上是正义伸张，但背后是否也可能是一场精心安排的公关与反情报行动？透过将知情者污名化，官方即可高枕无忧。从结果看来，这个策略确实奏效了。阿兹特克事件此后几十年间成了禁忌话题，甚至 UFO 研究者本身都不敢靠近。正如拉姆齐书中所写，阿兹特克事件仿佛被下毒般，研究者绕道而行，长达30年。当然，拉姆齐团队的观点仍未获得普遍认同，传统的科学界与史学界
依然强调，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阿兹特克真的坠毁过飞碟，既没有残骸实物，也没有可靠的官方文件记录，有的只是一堆捕风捉影的二手资料和多年后的回忆谈话，这些都不足以推翻当年那场骗局调查的定论。然而，随着越来越多过往机密陆续解密，人们对政府隐瞒 UFO 事件的指控层出不穷，阿兹特克事件的真伪已经不再是黑白分明的问题，而是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悬案。如果它是假的，为何还有这么多异象与谜团围绕着它？如果它是真的，那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它能被瞒天过海，彻底抹除？阿兹特克事件至今依然是一团迷雾，支持者相信它是史上最成功的 UFO 掩盖行动，政府的手腕高明的让真相看似荒诞不经，从而逃过大众法眼，而怀疑者则认为它本就是一场利用人们善良与好奇心的骗局，即使包装的天花乱坠，也终归是场空。但无论如何，阿兹特克事件在 UFO 爱好者圈子里的地位与罗斯威尔事件并列，一个是家喻户晓的公开传奇，另一个则是半真半假的地下神话。或许真相只能二选一，要么是在沙漠中曾上演过外星飞碟着陆的秘史，要么是巧舌如簧之徒杜撰的美丽谎言。我们不得不承认，由于当年资讯的极度不透明，加上关键证人早已作古，今天的我们想完全还原真相并非易事。不过，阿兹特克事件留给后世的意义已超出事件本身，它提醒着我们，当权力掌握者想要隐瞒某件事时，最有效的方法也许不是否认，而是让真相淹没在谎言与荒诞之中。就像一句谚语所说，最好的藏匿地点就是众目睽睽之下。也许阿兹特克坠毁的外星飞船至今静静躺在某个机库的阴影里，科技人员日复一日地从中汲取灵感，又或者当年的沙漠只不过见证了一场人性的骗局，留下一段虚幻的传说供后人评说。无论如何，飞碟与外星人这些话题将长久地激起人类无尽的想象与探索欲。阿兹特克事件正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未知的渴望，对真相的执着，以及对权威的不信任。也许未来的某一天，随着更多档案解封或技术进步，我们终能分辨出这场史上最深的掩盖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但在此之前，阿兹特克事件将继续以其扑朔迷离的姿态，引领着好奇的人们穿梭于传奇与现实之间，在质疑与信仰中寻找那遥远星空下的答案。